好，圣泉呐，你回来了。圣泉，娘想你了。阿娘，阿爹，儿子也想你们啊。儿子没有回来看你们，是儿子的不孝啊。圣泉，圣泉，你在外面吃了不少的苦，受了不少的罪吧？你为啥不回家呀？这是为啥呀？是啊，你这孩子，你说你怎么这样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头发怎么没了？儿子脱离红尘，落发为僧了。这不是我们的错呀，我们的错，我们对不起你啊，我们对不起你啊！圣泉，阿爹阿娘，你们快起来吧！啊，快起来吧！你们看，我这不是没有出家吗？快起来吧！啊，快起来啊！快起来啊！太好了，儿子！圣泉啊，这样好，这样好啊！这样就好了，这就好了，儿子！太阳，儿子，准备饭菜。来，圣泉，坐坐坐。来，对，坐，快坐。加油！快看，渔船，哎，渔船，昨天就来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哎，你看，那么多船呢，怎么来了这么多渔船？哎，这一船是从哪里来的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这些船如果是误入无名岛海域的，倒也不足为虑；如果说是，有目的来的，那就是隐患啊。咱们必须严密监视海面。如果船越来越多，我们的事情就会败露。必须搞清楚缘由之后，禀报殿下，听从殿下的指令。搞清楚？搞什么清楚啊？赶快回去禀报吧！走。师父，马祖，你上天来找我有何事？妈祖想请师父帮我做一件事。只要师父能做到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谢师父。妈祖想请师父问王母娘娘借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流阴石。流阴石？你用它做什么？弟子要用它做一件正事，事后一定完璧归赵。师父相信徒儿用它不会去做坏事。不过，流阴石是王母娘娘的心爱之物，我不敢保证她能借给我呀。还请师父帮帮徒儿。我试试看。多谢师父。殿下，殿下不好了，殿下不好了！又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这几天无名岛附近频繁有渔船出现，渔船的渔民望着高高的行宫，惊叹不已，指指点点，平头品足，这是危险的征兆啊！我们特地向殿下前来禀报。是啊，无名岛荒无人烟，附近海域根本没有船只，在修建行宫之前，没有人上过岛。那船从哪来的呢？我们问过了，他们是来自离无名岛最近的澎湖岛。澎湖岛附近海面捕鱼越来越难，这些渔民不断的拓展捕捞范围，于是就来到了无名岛。这下麻烦可大了，无名岛附近海域没人捕过鱼，鱼自然多。这些渔民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捕鱼。眼下行宫即将竣工，如果在这个时候
有人把消息传到天庭，那我们必然前功尽弃。还不仅如此，昨天有2艘渔船竟然抗岸无名岛，要求补充淡水。有2个民夫借机混上了渔船，想借渔船逃离无名岛。如果有民夫逃出无名岛，那我们劫持民夫的事一旦传扬出去，那民夫的亲人们请求官府派兵前来解救他们，怎么办？现在有没有民夫逃出去？幸好被我们挟持回来了，但是以后咱谁也保证不了民夫逃出去啊！必须阻止渔船上岛才行。让我们对海上来险，凡是有渔船靠着我们，统统把它赶走。完全不可能！海面那么大，有那么多的船，你能全拦下来吗？就算行，那得需要多少人手啊！而且驱逐船只肯定会发生冲突，难免会死人伤人。马祖也不知道有什么神力，凡是海上有险情，他总能知晓。他如今已经不是单打独斗，就连洋人都归顺于他麾下。这样一来，有人喊救命，他必来救，那咱们的秘密就保不住了。所以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。可这万全之策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谁呀？谁呀？就是我那力大无穷的六弟赑屃。赑屃？赑屃？对，赑屃。二哥，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喝酒来了？老刘啊，咱们很长时间没在一起聊天了，二哥想你啊。来，六弟吃肉啊！来，吃啊！二哥是做大事的人，成天在忙，哪有时间想我呀？这你可就冤枉你二哥了。你二哥在家常跟我念叨呀，9个兄弟里呀，跟你最投缘、最谈得来了。就是，你嫂子说的对啊。你看，你二哥再忙，咱们起码还能喝个酒。其他兄弟呢，我连请都不请他们。你二哥和你感情最深了。就是。谢谢二哥，谢谢二嫂，感谢你们对我的器重。来，我敬二哥二嫂一杯。来，干！老刘啊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我能忙什么？小事吧不想做，大事吧又没有，成天的闲着呗。哎呀，3箭之内啊，救赎六弟的力气大呀，能负重啊！想当年啊，六弟是何等的威风啊！在大禹的时候，那经常是背着3山5岳玩来玩去呀！二哥真会说话。我的那段经历啊，按夏禹后来的说法，那就背着3山5岳兴风作浪，可到了二哥嘴里，却成了玩来玩去了。哎呀，就是玩嘛。可人家六弟呀，那是玩出名堂来了。是啊。后来被大禹收服，在大禹治水的时候，那是立下汗马功劳啊！你那段经历呀，在龙宫那可是骄傲。就是。大禹治水成功之后，把你的功绩树碑立传，让你自己背在身上，昭示天下。至今人间庙宇还有你的雕像。对呀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现在我差不多已经快废了，空有一身力气，又能干什么呢？六弟，咱不谈这些不开心的事啊，来，咱们喝酒啊！来，喝酒。来，干！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总是这么闲着，怕真是要废。老刘啊，二哥有个事儿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试试身手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澎湖岛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凭六弟的一身力气，把这澎湖岛挪到人海。澎湖岛又没碍咱们的事儿，把他背走干什么？况且我当初背着3山5岳，3界都称我为大女魔王。后来
大禹对我的教化，我至今不忘。我再也不想做被三界唾骂的恶事了。哎，二哥怎么让你去做恶事啊？二哥自然是在你的美名之下，让你添光添彩呀！啊，是啊，你二哥怎么会害你呢？就是啊。我还是不明白，澎湖岛在这个地方至少有数十万年，甚至几百万年了吧？把它给搬走了，那岛上的人还不骂死我呀？哎，这恰恰相反，你知道吗？这澎湖岛上的人呐，都以捕鱼为生。可是常年下来啊，这鱼是越来越少，捕捞呢是越来越难。如果六弟能把这岛啊挪到远海，那当地人感激你还来不及呢。对呀，这是好事。那当然是好事了。听你们这么一说，我还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呢。那是当然了。来，喝啊喝。六弟啊，凭你的力气，你把这岛往东南方向挪得越远越好。可是我虽然有一身力气，也喜欢负重，但是背起一座岛屿也不是很简单的事儿。我每天啊，也就能走5里远，再远了我也吃不消啊。哎呀，每天5里，你呢挪个1年半载的，这岛屿啊就已经到远海了啊！好，这下我有活干了。感谢二哥给我找了个正事做。二哥二嫂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来，老六啊，我跟你二嫂啊，代表澎湖岛上的人感谢你了。来，干杯！没想到这么个小神器，它还那么神奇啊！汪小凡，再辛苦你一下，去趟无名岛，把这个宝贝给高礼正送去，要他找时机把能作为证据的对话留存下来，以备所需。是，我一定送到。另外，告诉高礼正，王母娘娘对此宝爱不释手，切不可丢失或损坏。当然也包括我一定小心护送。哎，听你们说，这无名岛的监工和渔民民夫都不让穿衣服，那这块宝石高礼正藏哪儿啊？高礼正有法力，伸手就来，挥手就去，这个难不住他。我那傻六弟碧玺被我几杯老酒一灌，几句好话一说，就乐得屁颠屁颠的背岛去了。这澎湖岛离无名岛有几十里，碧玺呢每天把澎湖岛背远5里，1月之后就相隔100里，那些渔民1天之内根本没法往返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到无名岛附近海域了。如此甚好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了。不过你们两个还是要加快速度，防止夜长梦多。本王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殿下，再有半年，行宫就可以全部竣工了。哦，也就是说半年之后，等咱们把老龙王往岛上龙骨一放，嘿，殿下你就可以独掌东海了呀！那我们就提前恭贺二王子可以摄政了。等本王子独揽大权，那个老龙王还有那个妖女再想动我，可就难了。对了，殿下。前一段时间，为了防止妈祖再上无名岛，我们让所有的民夫都光着上身劳作。可这天气逐渐转凉，如果说不让他们穿上衣，一旦生了病，是要影响国际进程的。这倒是个新问题。这衣服一穿，就很难再分辨出男女，更难防住这个妈祖女扮男装啊。是呀。我是女人，比你们观察的都细致。前几次和妈祖交手，我就发现她戴有耳环。传令下去，把衣服发给民夫吧，观察他们耳朵上是否有耳环眼儿。这样一来，即使妈祖女扮男装，她耳朵上的耳环眼儿也让她无处藏身。还是宝贝聪明。好办法。妈祖，哇，卢秀英，
你还是那么漂亮。哎呀，你这个恶魔，你还活着呢！啊，我还活着，我已经不是恶魔了，我是妈祖的手下。哦，我很后悔当年把你们变成老太婆了，还是年轻漂亮，招人喜欢。还是你现在这样一副糟老头模样更让人放心。你在这儿干嘛？哦，我找妈祖有事儿。哦，那你请进吧。哎，陆秀英，你有什么话尽管说。是这样的，妈祖，最近几天我们澎湖岛频繁发生怪事儿。等等，海上有人遇难了，我要先去救人。妈祖，你们这里有客人，海上救人的事还是我们去吧。这样也好，王小凡、莫尔斯，你们随碧岸一块儿去。是。出事地点应该在湄洲岛往西海面50里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是，我们走。小凡小心啊！陆秀英，来，接着说。最近几天，我们澎湖岛频繁发生怪事儿，每天有1-2个时辰，总能感觉到澎湖岛在晃动。房子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，屋里的东西也会莫名其妙的倾倒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一天早晨，大伙儿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家的房屋朝向全都变了。我家那屋明明是坐北朝南，可一夜之间变成了坐西朝东了。会不会这是地动引起的呢？岛上也有人这么说，可是地动会房屋倒塌、人畜死亡、路段山垮呀，这些现象都没有。整个澎湖岛就像是一艘大船一样，在海面上移动。吴大人，最近下官运送一批瓷器和丝绸到澎湖岛，遇见了一件蹊跷之事，下官百思不得其解啊。哦，什么蹊跷之事啊？下官负责周边岛屿的贸易，常年来往于澎湖岛之间。但是前几日，下官到澎湖岛，比以往多出了半个时辰，我并未在意。但是昨天下官从泉州港出发，又到澎湖岛，这回呀却多出了1个时辰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这澎湖岛的码头原来是在该岛的东边儿，昨天这码头却跑到了北边儿。竟有如此怪异之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肯定是您的船速慢了吧？一定是你喝醉了，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吧？偌大个澎湖岛，难道是自个儿长腿了？他自个儿会跑，还转了身子，换了个朝向。我看呀，不是刘大人你喝醉了，就是你说梦话呢。哎呀，绝对无假！现在啊，岛上的那些岛民都人心惶惶的，即便我分不清东西，难道岛上的那些岛民，他们也辨不清南北？刘大人所言不像戏言。若果真如此，这件事情不仅是件怪事，而且是件大事。大人，妈祖来了。哦，宗伦，哎，这位是美女卢秀英，见过知府大人。卢秀英是我从莫尔斯手下解救出来的女子，她现在嫁给了澎湖岛的一个商人。我带她来是向你禀报。哦，是来禀告澎湖岛无故漂移之事吗？你知道这件事啊？我的下属已经跟我说过这事儿了。我以为澎湖岛发生的一系列奇异现象，不光是澎湖岛的事情，而是涉及民众利益的大事，所以我带他来给你禀报一下详情。这样，我这就派人，我亲自带着他们去核查。
知府大人，咱们马上就要靠岸了，咱们的航行时间比昨天又多出了半个时辰。哦，是吗？卢学英，你带我们上岛，多找一些民众，详细的了解情况。好，那请知府大人和妈祖先到我们村了解情况。我们村离码头不远。行，先去你们村。好。吴大人有令，靠岸上岛。靠岸上岛。哎，你们看，整个码头都在晃动啊！明明我们的船已经靠岸了，怎么又后退了呢？坏事啊！不是船后退，而是澎湖岛开始漂移了。都说这海岛长腿了，没想到跑得这么快。这一转眼的功夫，就飘得好远了，把我们都抛在海上。你看，只剩下一个影子了。如此怪事，我等闻所未闻，可今日却是亲眼所见呐！澎湖岛好像停止漂移了。好，抓住机会，靠上去，登上岸去。好。这澎湖岛啊，7、8天的时间里，每天呢以5、6里的速度向东南方向漂移。再这样下去，这澎湖岛岌岌可危呀！现在民众惶恐不安，很多澎湖岛上的居民都不敢居住在岛上了，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宝岛。真是劳民伤财，好好的家园就这么给毁了。岛间的商船呐，已经基本停航了。这岸上的船不敢去，岛上的人也不敢出，唯恐返航时再也找不到岛，回不了家。两边的经贸已经遭受重创，民间交往也日渐寡淡呐。这澎湖岛上的百姓，都是我华夏民族同宗同族的兄弟姊妹，那是一脉相承、不可分割的。如果大陆是一位母亲的话，这就好像母亲失去孩子一样痛彻心扉，而澎湖岛就像孩子失去母亲一样无依无靠、漂泊无根呢。事出必有因，我会进一步查明真相，以求之策。不用说，肯定是我六弟毕系干的。你六弟干的？你六弟是谁啊？这么大的澎湖岛，他怎么可能搬得动啊？我六弟毕系的力气之大，在3界无人能比。当年3山5岳叫他背来背去，也就跟常人扛一麻袋货物差不多。这真是不可思议。虽然某些陆地有自然移动的天然现象，但是速度极其缓慢，几十万年、几百万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略有变异，肉眼根本感觉不到。而澎湖岛的快速漂移，显然不合常理。这不像是天灾，更像是人祸，还真有可能是毕系所为。不是有可能，肯定就是他毕系在捣乱。那毕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按道理说，毕系被大禹收服后，再也没干过坏事。不知道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既然毕系是你的六弟，那你何不去东海劝劝他，让他不要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恶事了？那不行，毕系早以为他死了，他突然出现，毕系怎么会听他的？况且，他回东海，睚眦还会置他于死地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的危险倒是其次，我太了解我的六弟，他虽然力气大，但头脑简单，性情倔强，他认准的事情，谁都阻止不了的。我没有本事跟大禹相比，弄得不好，毕系还以为是我害的，那他就会把澎湖岛背得更远。那你以为怎么样才能阻止毕系挪走澎湖岛呢？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将大陆跟澎湖岛拴在一起，让他背也背不动，他就会自动放弃了。把一个岛拴住？那有什么办法才能将岛拴住，
能让力大无比的辟邪拉不断呢？有，天牢里的刑具。即使法力再大的罪神也挣不断去不掉，因为在锻造这条神奇铁链的过程中，加入了一种奇特的矿石，叫固铁石，只有九重天的山上才有。加入固铁石打造的任何的物件，其韧度和硬度都比普通的物件强过1000倍。我明白了，嘉应嘉佑曾经用计把我关进了一个铁笼子，这个铁笼子就是天牢里运来的，没有钥匙根本出不来，任我使出浑身的解数也无法脱身。那要多少固铁石才能打造出这么长的铁链呢？固铁石只是一种配料而已，主要的原料还是普通的铁水。据我所知，8丈大的一块固铁石就可以打造几百副的刑具。啊，我明白了，这就好像盐一样啊，一大锅汤水，只要1小勺盐，就可以有咸味了。这真差不多嘛。我明白了。好，我这就上天取石，咱们就来他一个天丁拴倒。太好了，妈祖，我全力支持你。你居然从天上找到了固铁石，哎呀，这下澎湖岛有救了。此事必须抓紧，否则碧溪就会把澎湖岛越背越远的。我立即组织500名，不，1000名铁匠，将你取来的固铁石融入铁水，力争3日之内铸成铁链和天钉。好，只要把澎湖岛固定住，就算是必须作乱，他也背不走澎湖岛了。阿姐，妈祖和吴大人来了。妈祖和吴大人来了。妈祖，你好。哎呀，我已经调集了1000铁匠，还有你们几位亲自上阵啊。拴倒的铁链由铁匠去打，可天钉最为关键，还是我们亲自锻造才能放心啊。哎呀，连桂花和吴姐也在打铁啊，亲自上阵啊。那是，我们也要为了阻止澎湖岛的漂移出份力嘛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妈祖阿姐，这一举动怎么能叫天丁拴倒呢？应该叫妈祖拴倒才对啊。这个天钉啊，是用天上的固铁石铸成的，要是没有这个天钉，我妈祖拿什么拴倒啊？哦，老六已经把澎湖岛背了快10天了，无名岛海域还有没有渔船出没呀？殿下，澎湖岛的大渔佬，他们都如惊弓之鸟，成天缩在岛上，担惊受怕，不敢出海，更别说是到无名岛了。这下本王子可以松口气了。殿下，其实你就不该让那个六王子去背澎湖岛，还不如让他背那个无名岛，把他背到更远、更安全的地方，那不是更好吗？胡说！你怎么跟老六一样没脑子啊？把无名岛背得更远，我们岂不是不方便？就是啊。更重要的是，老六一旦知道了无名岛上有上万人在修建行宫，他的那张嘴一定会坏了我的大事。是，咱们也尽一份力。是。阿爹、吴大人，乡亲们，你们都来了。听说呀，你今天要把澎湖岛给拴住，我们大家伙特地来给你助阵来了。是啊，我们都来看稀罕来了。我们都纳闷啊，这么大一个澎湖岛，你们怎么拴呢？这跟用缆绳把我们的船拴住一样。阿叔、阿婶，这个拴岛的主意还是生全哥出的。你出的主意是吗，生全？那你可真是做了一件好事儿啊！阿娘，我就是出了个主意，真要把这岛拴住啊，还得靠妈祖的神力。那妈祖，请开始吧。去吧。
就把澎湖岛给拴住了。大家放心吧，以后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，澎湖岛不会再与大陆分离了。哎呀呀，再不分开了，太好了！是啊，太好了，这往后就再也不会漂移了。是。好。可是妈祖阿姐，这铁链路在海面上，今后还怎么行船呢？怎么能让铁链露在外面呢？我已经把铁链藏在海底了，不会影响今后的行船。这条铁链表面上看不见，可它却真实的存在于两岸之间，深深扎入炎黄大地。它是两岸人民血脉的象征。从此之后，澎湖岛就再也不会离开大陆了。哎呀，妈祖的千秋功德永世流传呐！二嫂，哎呦，六弟来了！六弟啊，这2天背岛背的好玩吗？啊，好玩什么呀？你交给我的事儿，我还没干够呢，又干不成了。难不成你把澎湖岛背到天边去了？今天我去背岛，用了很大的力气，整个澎湖岛只晃动了几下，怎么也背不走，还闪了我的腰。我仔细一看，不知谁弄了条铁链子，把澎湖岛给拴住了，气死我了！还会有这种事儿？也不知是谁干的。澎湖岛平时不乱跑，拴它干什么？哎呀，既然如此，我看就算了吧。啊，老六啊，以后再有好事儿，二哥一定想着你。二哥交给我的事儿，我也没给你做好，对不住了，二哥。没事没事，回去歇着吧。二哥二嫂，我先走了啊！好。哎呀，我这腰啊！这是谁干的呀？还能有谁呀？那个妖女呗。除了她，谁还能有本事把澎湖岛拴得住啊？哼，那个妖女怎么什么事都管呢？好在老六这2天已经把澎湖岛拉远了，离咱们无名岛已经有几10里，目前对咱们还构不成威胁。知府大人，近数月以来，异国敌寇甚是嚣张，屡犯我天朝边境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昨日敌寇更是蛮野，数百艘战船一举推进，大兵压境，已经占领我福建境内包括泉州辖区、盘龙、舞狮、兴致等数座岛屿，还望大人速拿溃敌之策呀！一帮小国，胆大妄为，敌寇之犯不除，有损大宋皇威呀！敌寇犯我天朝，占我土地，辱我百姓。本府曾经上奏皇上，可皇上至今没有旨意。眼下形势越来越紧张，敌寇也越来越猖獗，本府要再次奏明皇上，请皇上下旨，允许本官率军驱敌逐寇。诸位听令。下官在。即日起，严阵以待，整顿兵马，只等皇命一到，我等挥师前线，血战疆场。阿姐，他们来了。哎，不惜。哎，考特尔船长，你又来经商了？不，我是专程来感谢妈祖救了我的妻子 Percy。陆秀英，怎么那么巧？你们都一起来了？考特尔和他的妻子波西经常到澎湖岛经商，我们早就联系上了。这次我陪他们来，一来呢是代表澎湖岛的百姓感谢妈祖天丁拴岛，二来呢是给他们当翻译的。My dear Percy, I miss you so much. Percy, you north? Are you sure? Come on. You stolen my wife. I'm killing you. Come on. Oh no! 别打了！别打了！ Killing you. 别打了！
船长，你不能再这样打他了。莫尔斯，你别看我很老，你根本打不过我。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我不还手，对不起。Please cut. He has been punished by Mazu. 考特尔船长，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属下。他已经受到了我的惩罚，一心向善了。哎，卢家三嫂，你过来啦！真是太巧了，这几位有事找你呢。啊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我叫卢秀英，现住在澎湖岛。这2位来自欧洲，他叫考特尔，是一名船长。这位是他的妻子波西。啊，你们好。考特尔在海上遇险，被妈祖救过。我和他的妻子波西被劫持到南海的鸡鸣岛，也是妈祖救了我们。哦，就是被那个洋魔鬼莫尔斯害的吧？我们听说过。考特尔和他的妻子波西为了感谢妈祖相救，也为了学习妈祖精神，让妈祖保佑更多的人航海平安，他们想出资在南海岛上修建一座妈祖庙。啊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妈祖不仅救过我个人，前不久更是挽救了我们整个澎湖岛，使宝岛免遭了与大陆分离。所以澎湖岛的百姓也拜托我帮忙筹资，在澎湖岛上修建一座妈祖庙。妈祖不仅是梅州的妈祖，也是天下的妈祖。在外地修建妈祖庙，广泛传播妈祖精神和信仰，方便更多的信众朝圣，我们全力支持。你们需要我们做什么吗？天下妈祖祖在梅州，所以我们想拜托你们帮我们请回2尊妈祖塑像。等我们的妈祖庙落成之后，我们再来迎请，供当地的信众朝拜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请最好的工匠为妈祖塑像，到时候你们前来迎请便是了。哎，前段时间啊，高丽和扶桑也派人来说要在他们国家建立妈祖庙。哎，我们欢迎各地来迎请，只要各地来迎请，我们都欢迎，这样妈祖的信众才可以遍布天下呀，妈祖的精神才能够不断的发扬光大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。这岛上的行宫基本完工了，这些账目也该清理清理，上交给殿下。账目一笔笔，咱们得记得清清楚楚，不怕殿下找茬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这些民夫如何处置才是当务之急。哎，必须有个万全之策。是啊，1万多人呐，全部处死，谈何容易啊！啊，谁？家爷，是我高礼正啊！我给你们送夜宵。好，来，哎，今儿啊吃的可是鸡呀，今儿给你们现打的。好，哎呀，还有酒呢。哎，好，哎，来，家爷，坐。哎，坐，太好了。哎，家爷，来。哎，好，好。哎呀，来吃。来，家爷，干！那你们慢用啊！一会儿我来给你们收拾碗筷啊！好，你先走。好，走吧。来，加油！酒我给你们放这儿了啊！顺利进宫，干杯！哎，站住！你这个家爷有何吩咐？你待会儿啊，就别过来收拾了啊，走吧。是家爷，那我就先下去了啊。